永祿11年7月，屈身越前招昌市的足利义昭，在他的心腹明智光秀的牵线搭桥之下，到達了岐阜城。在那裡，他邀請織田信長幫助他上洛，奪取將軍的位置。信長隨即答應。為了順利上洛，他先是將自己的妹妹阿市嫁給了北近江的豪族淺井長政，雙方結成同盟。在足利義昭出發前的1個月，信長更是親自拜訪淺井家，再次確認他們願意支持織田家護送足利義昭上洛的近江一段道路的安全。永祿11年9月7日，信長帶着義昭啟程離開了岐阜城。途中，信長迅速擊敗了擁立足利義榮的六角承禎和三好三人眾，最終平安地抵達京都。10月18日，足利義昭接受了朝廷的將軍宣下令，成為室町幕府第15代将軍。之後，信長代表将軍義昭要求各地大名上洛拜見。然而，被認為是足利義昭堅定支持者的朝倉義景卻出奇地拒絕了上洛要求。關於朝倉家如此選擇的原因，現在還沒有明確的證據，主要有不服在絲波家家臣系統中地位比自己更低的織田家，和預計到了織田信長與足利義昭的矛盾兩說，以及細川藤孝離間的陰謀論。總之，就這樣又過了1年之後，朝倉氏依然拒絕催促上洛的命令。於是，信長公記記載，元龜元年4月20日，信長率領3萬大軍遠征越前。同月25日，開始進攻朝倉家的前線天童山城和金崎城。福安信長記則說，這場戰爭，信長為了顯示權威，殺雞儆猴，而動員了從東海到近畿地區所有的足利義昭支持者，軍隊規模超過10萬，打算在這場戰爭中徹底粉碎朝倉家。但是相對應的，朝倉義景雖然也從大本營的伊城古城向首統山城和金崎城派遣了援軍，但是朝倉軍的總人數只有1萬人上下，實力懸殊。朝倉軍奮力抵抗，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之後，終究寡不敵眾。4月25日當天，織田軍便攻破了首統山城。次日，金崎城城主朝倉景恆也開城投降。信長此時滿心就是要徹底摧毀朝倉家，他沒有停下腳步，將2個城池交給了織田軍中的2大新秀明智光秀和部下秀吉之後，信長親率主力繼續向朝倉義景所在的伊城古城進軍。織田軍看似勢如破竹，但是織田和朝倉之間的戰爭卻讓淺井家犯了難。早在淺井久政的時代，淺井家就和朝倉家結成了同盟，雙方互相扶持，一起經歷了諸多大事，互相成就了家業。尤其是在淺井家與六角家的戰爭中，如果不是朝倉家一直派援軍，淺井家可能已經滅亡了。所以在2年前淺井長政娶阿市的時候，雙方結盟條件中就有一條，織田家和淺井家不會主動進攻朝倉家。但是事到如今，該發生的還是發生了，淺井長政必須在長期的盟友以及妻子的娘家之間做出選擇。信長乘着攻下首統山和金崎2座城的勢頭，長驅直入，越過了木之崖峽谷，漸漸逼近伊城古城。也是在這個時候，淺井長政做出了最後選擇。元龜元年4月27日，信長的營帳裡傳來了長政謀反的消息。淺井家最終決定頂住壓力，支持患難與共的老盟友。當然，更重要的是，在當時的情況下，淺井家支持任何一方都很可能使那一方獲勝。挑戰實力更強大的信長，有機會讓淺井家成為新生的足利義昭幕府中的話事人。後來，這又進一步擴大為元龜之亂，或者稱第1次信長包圍網。不過那是之後的故事了。信長一開始認為長政叛變的消息是朝倉散布的假情報，還罵了傳令兵一頓。然後淺井家叛變的消息如雨點般從各地守將處傳來，家臣們力勸信長要立即撤退，以免被朝倉和淺井夾擊。信長不聽，直到他收到了妹妹阿市送來的禮物，說是戰場上的點心，而這點心卻是包在2頭打結的袋子裡的紅豆。信長立刻明白這是在暗示他現在所處的情況被淺井和朝倉所夾擊，立即下令全軍撤退。這個戰場點心的故事經過轉述，最終被朝倉家的家族史料記錄。不過現在史學界一般認為這是個虛構的故事，電視劇和電影中倒是很喜歡這個情節，畢竟天然就充滿了戲劇性。無論如何，一定是發生了什麼事，讓信長在1天之內迅速意識到了真相，在千鈞一髮之際開始組織撤退。而另一邊，在得知淺井家舉兵反信長之後，朝倉義景也從伊城古城親自出城指揮戰鬥。以上是信長公記記錄的金崎撤退，接下來的故事將以太閣記為主，因此前後可能有些出入。總之，信長發現真相之後，織田軍在營地裡召開了緊急軍事會議，研究讓信長安然撤退的方案。最終，木下藤吉郎，也就是丰臣秀吉提出了如下計劃：可以設置大量旗帜，讓主力軍沿着主要道路撤退，讓朝倉認為信長在主力軍中，
他們必定阻止主力軍前進。同時，信長帶少數進城沿小路離開戰場。我願意擔任殿軍，即使朝倉軍有成千上萬的兵力，我藤吉郎一定會阻止敵人2到3天，主公可在這2天逃脫。最後，信長同意。元龜元年4月28日晚上，佐久間信盛、佐佐成政分別作為大將，率領部分兵力離開主陣地，沿着西近江路，而後從若狹方向進入琵琶湖的西岸路線，一邊避戰一邊撤退。另一邊，柴田勝家、明智光秀和池田勝正3人作為主將，率領6萬人主力部隊護送信長的帥旗堂堂正正的原路往近江方向撤退。這個數字應該是使用了誇張的修辭手法。淺井長政為了迎擊這支龐大的部隊，接受了本院士門徒的建議，將他的軍隊部署在了擁有地利的要點，準備與信長決戰。然後淺井長政的本陣隊伍果然遭遇到了撤退的織田軍主力，但剛架起火槍還沒有開戰，織田軍就派使者告訴長政，信長並不在這裡。長政認為織田軍並沒有騙他，看來信長已經從其他地方逃跑了，於是判斷在這裡戰鬥也沒有意義，於是下令直接撤退，放織田軍通過。與此同時，負責殿後的豐臣秀吉就沒有那麼幸運了，他率領3000人留守金崎城。主力部隊離開後，他向剩下的士兵們鼓舞說：“我們將在這裡對陣朝倉的大軍，然後立下不世之功。我們會以英勇的功績讓前輩們驚嘆。”然後傳達了作戰計劃。秀吉認為，朝倉義景率領大軍前來時，多半已經過了晚上10點，也不可能到達馬上就開始發起進攻。那麼首先，他讓豐須賀正勝和豐須賀右十郎兄弟帶着1000人潛伏在道路上設伏。接着，他讓枯尾吉晴帶領500人，拿着松明和類似旗幟的紙製品潛伏在山谷中。等城中發出信號時，他們就點燃松明，照亮旗幟，並在周圍徘徊。又讓前野長政領500人在周圍的山上燃起篝火，以此制造織田大軍打算反包圍的假象。秀吉本人則率領1000餘人在城前布陣。是日夜，率領35000大軍的朝倉義景到達金崎城附近。朝倉軍應該也是使用了誇張的修辭手法。此時周圍已經一片漆黑，遠遠望去，金崎城左右2山上點燃着無數的篝火，士兵們正在轉移物資紮營。朝倉軍不能判斷信長的大軍是否已經撤退。而且在這樣的黑夜裡，大軍的指揮也很困難，作戰大大有利於防守方。行軍1天的朝倉軍也疲憊不堪，於是他們只好在附近紮營過夜。秀吉得知朝倉軍開始紮營的消息後，大喜過望，命令按計劃行事。到深夜，秀吉先帶領1500人攻擊朝倉軍的營地。當朝倉軍驚慌失措的迎擊時，秀吉放出信號，藏匿在四周山中的士兵們點燃火把，高呼，數不清的旗幟在火光中翻飛，就像一支龐大的軍隊突然出現在了眼前一樣，讓朝倉軍更加的驚慌失措，四散逃跑，潰不成軍。而在朝倉軍逃跑的道路上，則有豐須賀兄弟的部隊在追擊。雖然有朝倉軍的將領喊道：“不要慌，敵人兵力不強，不要誤傷友軍”等等，但是對於已經陷入了慌亂的朝倉軍，反而加強了迷惑，損失越来越大。太閣基記載，後來秀吉匯報說，到天亮為止，殲敵8000餘人，我軍無一陣亡，堂堂撤退。這個誇張的修辭手法簡直是用的爐火純青。總之，豐臣秀吉這次肯定是用了絕對劣勢的兵力，經過艱苦戰鬥之後，爭取到了時間，並且脫困，這救了信長。而且在開戰之前，幾乎就是用秀吉的命去換信長的命的計劃。所以誇大點戰功，信長也肯定會承認的，對吧？不然這老板當得這麼過分，豈不是遲早要被加藤烤了？當然，織田信長自己這邊也不是完全沒有威脅的。信長公記中說是信長只帶了大約10人的親衛隊，他們避開敵對勢力，沿着若狹道向南撤退。當他們通過高島郡的朽木谷時，朽木元綱身穿甲胄出現在那裡，幾乎就是要 game over 了。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信長通過談判策反了朽木元綱，至今也不知道信長当时到底是怎麼做到的。最終在4月30日，信长一行人成功到達了京都，被後世稱為金崎撤退。當然，信長接下來從京都返回岐阜的道路比這次更加的千鈞一髮。不過那就是你點讚訂閱這個頻道以後演繹的故事了。我們下期再見。